且看他。说的是太清妙法，讲的是无为真意。不多时，李长寿的身周凝出了2朵莲花的虚影，一朵钻入灵娥体内，一朵钻入了熊灵力的体内，2个人齐齐被拉入了悟道之境。此乃受道之法，也算是金仙境之后才有的本领。当年紫霄宫中道祖讲道，天地间强大的生灵大半汇聚一堂，道祖讲道时便伴着朵朵莲花，每一朵莲花承载着一条大道。紫霄宫3次开讲，算是上古时洪荒之中最强的机缘，也自那时开始奠定了元神道的统治地位。除巫族之外，几乎没有了肉身修行者。李长寿讲道时出现的莲花，自然无法与紫霄宫道祖讲道相提并论。莲花中所承载的，只是他对道的理解，囫囵吞枣一般传授给了灵娥和熊灵力，让他们今后慢慢体悟。这一朵莲花足以让灵娥用到真仙境都受用。看灵娥和熊灵力已经在自己的草屋中闭关，李长寿布置了2层元仙实力对应的仙力结界，起身离开草屋。他去灵兽圈中看了看灵兽们的长势，又去后山处看望了一下小琼峰的功臣树们。可以说没有这些灵树一代又一代的付出，也就没有他李长寿的今天。而为了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敬意，李长寿决定让这一批灵树提前退休，将他们尽数拔起，用3昧真言焚掉，并且亲手扬了他们。没办法，他们知道的太多了。注视着这漫天飞舞的灰烬，李长寿的心底舒畅了许多。因本体许久不在外面走动，现如今多算计筹谋，倒也是没了多少机会亲手扬灰。但是接下来李长寿的规划中，自己要去适度的有计划的谋取一些灵宝护身，自然避免不了让指道人与其他炼气士交战，而扬灰是遇到了斗法时了断因果的必要手段。本体外出寻宝自是不太可能的，那是因小失大，本末倒置。而且自己现在呢，有老君所授丹道，成就一代炼丹小师傅也不在话下。虽然真正珍贵的灵宝用财是换不到的，但是积少成多嘛，也可以量变引起质变。看着这些烟尘，李长寿喃喃道：保重了，老伙计们。顺便也该去搞一些高阶的灵树，提供更优质的树浆。自己稍后升级完各类遁法，便会试着去改良一下指道人这一门神通。虽然不可能做出金仙境的指道人化身，但应该可以提升一些指道人的质量。又因为自身仙力已非是此前可比，在金仙境仙力的支撑之下，指道人的综合实力预计能够达到天仙境后期。数量一多，也算是相对可观的战力啊。搭配撒豆成兵神通，一支指道人一次性可以召出的斗兵数量也会提升数倍。指道人对金仙，一人成军10万，都已非是痴人说梦。不过若玉帝真的让自己的化身带着10万斗兵去四处征战，那就是另外的价钱了。李长寿又在山中散步了半个时辰，正要回丹房时，渡仙门的钟声突然响起。掌门召集各峰峰主前去渡仙殿议事。李长寿很快就看见自家师傅睡眼惺忪地从草屋中冲了出来，提着道袍，捏着胡须，急匆匆地驾云冲向破天峰。这也不知道师傅到底是睡了多久。待1-2年后，晚将与师伯转世身回来，师傅应该也能够提起一些精神了。此次召集各位峰主，应该是要商议有关开山大典之事。自己稍后还是要跟师傅叮嘱几句，别让师傅一时兴起又收了徒弟回来。
先是在门内缓缓延展，李长寿听到了几位巡山弟子的窃窃私语之声。咱们渡仙门如今也有3位金仙了，也不知这3位金仙哪位的神通更强一些？自然是掌门，掌门修成金仙已多少年了？麒麟长老可是远古神兽一脉。这倒是不一定，我总觉得忘情上人神通最是厉害，而且据说成就金仙之后，很快又突破了境界。莫说这个了，老老实实巡山，想想咱们怎么冲过成仙劫吧。那私语声随风而去，李长寿淡然一笑，身形消失无踪。又几日，李长寿去凌霄殿中拜见了玉帝，赶往通明殿去看了那一份即将凝成的旨意。大概再有半年，这旨意就能够顺利凝成，赐给龙族一些低阶神位。神位的人选自然是龙族提供，但是如何赏赐，李长寿还真是有些头疼。这个过程既要突出天庭的威仪，又要让龙族知道天庭神位来之不易，更要趁机刷龙族好感。在山中安稳了半年，李长寿感悟大道、参悟丹道之余，一直在思索此事，总算是拟出了一个章程。本着事无巨细都要让玉帝陛下参与的原则，李长寿拟了一份奏表让玉帝过目。得了玉帝应允，李长寿才去通明殿领了5000精锐天兵，稍后随他一同去颁旨宣恩。接下来不等李长寿主动联络敖乙，敖乙已经是发过来神念交流的邀请。2个人刚通过神念搭起桥，敖乙就带着几分欢喜地喊出了那一声久违的教主哥哥。这般开心，可是有什么喜事？敖乙连忙点头，又有些吞吞吐吐，最后还是小声道了一句这个其实有些说不出口。你我还需要这般见外吗？也对，哥哥之亲友便是敖乙之亲友。敖乙少年面容上满是兴奋，言道：我母后又动了念头，想要再给我添一个弟弟或者妹妹了。李长寿顿时眼前一亮，敖丙这就要出事了。李长寿咳了一声，笑道：恭喜恭喜。龙王生子很麻烦吗？不错，主要是被业障所影响，虽母后动了意，父王也有这般想法，但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能有动静。咱们就别操心这事了。有一个好消息先告诉你一声，天庭的旨意拟好了，我已经拿到了。当真？敖乙顿时咧嘴笑了出来。教主哥哥，我这就让父王准备，这次定要好好庆祝一番。不急，我想到了一些更好的主意，既可以帮龙族稳固局势，也可以加深龙族与天庭的关系，更能让玉帝陛下今后赐下更多的神位。还请哥哥赐教。如此这般。神念空间朦朦胧胧，2道身影停驻其中。这一次商议了很久，敖乙方才是兴冲冲地离开此地。北距泸州的边界，一只浑身是伤的黑豹在山林中奔跑一阵，总算是到了一处陌生的湖边，化作人形，狼狈地躺在湖水之中，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儿。水中有一缕缕灵气迅速地钻入他浑身伤处，为他恢复伤势。做妖真的太难了。犀牛大王被干掉之后，他又投靠了一伙小妖势力，这次呢干脆装成一个哑巴。但是没想到的是，自己心底刚放松些许的警惕，前几日还是迎来了团灭。自己这是怎么了呀？欠了气运，亏了功德，上辈子净干坏事了吗？这是自己从开启灵智修行了这么多年，可是一点业障都没敢沾染，为何老天要如此待我？豹爷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心底一片死寂，叹道：与其这样，
不如让我死在此地，也好过今后被如此折磨。他话音刚落，一旁湖水中出现了少许漩涡，一只还算俏丽的水妖露了一个面儿，好奇地打量了他几眼，随后便将他拖回洞府，悉心照料，强做了夫妻。哈哈哈哈。敖乙离开不过半日，龙宫的送礼大队就扛着一箱箱的宝物到了海神庙中。也是龙宫财大气粗，享有四海无尽岁月，这般送礼毫不心疼。但是这自己左手收礼，右手就给神位，李长寿怎么感觉自己硬生生的把自己搞成了以权谋私、卖官赚钱的天庭奸佞？他可是良辰的说。海神庙后堂，李长寿的老神仙皮指道人拂尘一扫，大半的宝箱消失不见，而那些凡尘之中才会视为珍宝的蜘蛛、玛瑙、珊瑚、明珠，被他留作了对手下人的奖赏。随后，这一具指道人整理了一下妆容，驾云朝着东海而去，开始自己此前与敖乙商量后定下的计划——洪荒第一次选神比赛。这一次比赛由四海龙王作为特邀嘉宾，由龙族39位长老作为评审团，悬上无缺四海大神与龙族上天先行者敖乙作为本次比赛的前辈团。只要你足够优秀，就能让前辈为你转身，给予天庭神位。如此，既显得龙宫对此事十分看重，天庭得了面皮，又因是龙族内部选拔，从而让龙族减少了抵触情绪，顺带还能与龙同乐，缓和龙族内部矛盾，增加龙族枯燥日常中的趣味性等等等等。李长寿连口号都想好了：全龙大作战，神位冲冲冲！当然了，这次选神比赛本身是极不透明的，最初人选早就已经定下，大多数龙也就是看个热闹。顺带16个神位也已经差不多分好了，就是走一个过程，给天庭和龙宫足够的颜面。李长寿的印象当中，上辈子的且说正事。抵达东海，还未到龙宫，敖乙就带着大批的虾兵蟹将前来迎接。按照李长寿嘱咐的，会场早已经准备就绪，就在水清宫的一座偏殿中，里面也做好了各种布置。四海龙王明日才能够齐聚于此，龙族各位长老要聚集起来，也差不多要10几个时辰。趁着这一点空档，李长寿与敖乙开始制定各类细则，比如被选中的龙子龙女必须是要有真才实学，不能够只会唱歌软扑，必须要有责任心，对龙族对四海有感情。感人的故事就不必了，大家都是龙二代出身，说自己如何凄惨，估计也没人会信。按照李长寿的要求，几位龙族工匠现场打造了6只可以转动的法器宝座，稍后呢就给四海龙王和他们的海神教2人组来使用。李长寿又找来了此前合作过的龙宫乐师团，与他们商定了一些奏乐背景乐的细节。等忙完了这些，李长寿看着这一座富丽堂皇有些空旷的大殿，又思索一阵，总觉得还缺了一点什么。歌舞表演已经安排上了，龙族最不缺的就是这个。大赛司仪也选了一位身段窈窕、口齿清晰、不会报错参赛选手姓名的龙族公主索瑞。还缺了什么？李长寿沉思一阵，很快眼前一亮，观众啊，缺了一批能够随意哭笑的观众啊！嗨，这个事儿也好解决。虽然龙族整体演技水准不高，但是呢，龙族统治着众多海族，挑选一些长相上佳、感情充沛的海族男女过来围观也不是什么难事。李长寿提出要求，敖乙立刻执行，很快就招来了数百名龙族、海族的观众。李长寿又现场指导了一阵，让他们配合乐声表演了一些表情，如何感动而不浮夸，欢呼而不刺耳，也是大有讲究。就这般，
李长寿成就金仙之后，小试牛刀了一把，以总导演兼老师的身份搞了一次龙族选神大赛。虽然只是走个形式，但是这个形式呢，也算是走得别开生面。李长寿也借此机会与四海龙王正式碰头。大赛开始前，水晶宫主殿中，4位龙首老者一同坐在高台上，李长寿与敖乙被安排坐在高台侧旁安坐。这4位龙首老者都是差不多的面容，也就是高矮胖瘦有所不同。东海龙王最为威严，给人的感觉也最为慵懒；北海龙王较为清瘦，西海龙王略显富态，南海龙王最显忠厚。李长寿从偏殿走来的时候，四海龙王进阶起身相迎。待李长寿入座，四海龙王也齐齐端着金樽敬酒，给足了李长寿这个海神牌面。不仅如此，四海龙王说话也是十分的好听，不断地对李长寿灌着迷糊汤。吾龙公能与天庭交好，得天庭赐神位，以解如今之困境，全凭道友从中斡旋呐。这是西海龙王，也就是那位帐下大半都已经是25载的龙王之称赞。吾观天地之间，自远古而今，能与海神之智慧谋略相提并论者，唯有那上古妖庭之鲲鹏妖师也。这北海龙王夸就夸，怎么还骂人呢？还是南海龙王比较痛快，直接道一句：痛饮此杯。李长寿顺势端起酒樽，开始反向恭维。不过寥寥数语，就将4位龙王爷夸的是眯眼轻笑，不断的点头，心底暗赞海神高明。一场宴会过后，他们本就要去开始选龙入神。李长寿此时已经安排好了一切，稍后走个流程，就可以让龙族拿到这些低阶神位。